曾几何时，中国是外资企业的热土，可扣关而入。如今狂风肆虐，外资离华浪潮已成汹涌澎湃的巨浪，将中国经济的堤防一点点冲垮。一个个曾在华扎根数十年的跨国巨头相继撤离，上万名中国员工将付出生计的代价。这不只是一场无声的革命，一场肃杀生机的浩劫。铁幕重现，外资遭重创。曾几何时，外资蜂拥而至，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如今，这些外籍企业已令倾泻进中国市场的资金汹涌向外。从日资撤离到美企离开，再到欧洲跨国公司退出，中国市场面临着深重的外资撤离危机。普利司通就是最新一家投桃报李的典型代表。这家在华耕耘20多年的日本轮胎制造商，近期决定关闭旗下位于沈阳的工厂，遣散上千名中国员工，最高补偿仅50万元人民币。听起来确实是笔不菲的金额，但对失去事业发展前景的员工而言，除了眼前的一袋金钱，他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只是外资撤离中国的一角冰山。2023年，包括日本佳能、韩国三星等10大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相继撤出中国，影响中国员工数以万计，整个产业链也将转至泰国、菲律宾等国家。这不只是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一记重拳，外资正在用脚投票。更为戏剧化的是，过去1年多以来，像亚马逊、领英、LinkedIn 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也纷纷退出中国市场。面对愈演愈烈的中美对抗态势，外企在华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约束和打击，商业利益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曾被视为前景无限的庞大市场。生死存亡，融资受阻，赖在中国也难。撤离的潮水并未就此止步，即使没有公开宣布退出中国，许多外资机构的资金已在加速撤离。据报道，许多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共养老基金正面临退出中国市场的棘手困境。虽然放弃在华投资无疑将导致巨大损失，但他们发现留在中国的现实风险同样让人难以接受。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监管当权者的一系列舍近求远的做法，让处在泥潭中的外资机构进退维谷。2022年以来，中国对寻求海外上市的企业展开数据安全审查，导致数百家中国科技公司无法如期赴纽约等地上市，几乎扼杀了整个 IPO 市场。监管风暴持续升级，不仅严重打击了外资的融资渠道，也让在华运营的外企无所适从。不过，外资要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却并非易事。2022年，美国在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同比大跌 68%， 显示出疲软的退出步伐。即便决心撤离，难以退出的事实也让众多基金会陷入两难困境。一家拥有10多个私募股权项目的美国机构坦诚，任何一天的意外耽搁都将影响其未来新的投资部署。当前危局下，外资机构别无他法，只能被迫继续留在中国，寄希望于形势能出现转机。但长期运营下去，他们的生存空间将持续受到挤压和威胁。外资出走，中国经济难逃衰亡。有分析表示，最近几年外资狂涌出逃的根本原因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及中西方价值观的剧烈碰撞。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理念鸿沟，导致经济脱钩，情况只会持续恶化。外资企业在中国长期无法获得安全感，因为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一切都要听从党和当权者的指令。当亲商务与专制主义对立冲突时，注定将让更多外资黯然退场。外资撤离浪潮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深层次的信任和增长危机。有数据显示，2023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暴跌 11.7%， 创下近年来的新低。
法国法盛投资公司的最新分析更是发出严峻预警：2024年，产业加速从中国转移，必将加剧中国制造业和商品出口需求的持续下降，还可能让中国经济陷入长期的通缩泥潭，步上日本的老路。更有分析表示，2024年中国债券市场可能出现小幅资本净流出，加之贷款利率未见下行，财政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受限，使中国落入三重夹击。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经济硬着陆恐将蔓延至金融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和系统性风险，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的未来会怎样？目前看来，前景不容乐观。日趋收紧的管控让外资机构和企业束手无策，纷纷离心离德。世界500强更是有过100家宣布逐步缩减在华业务。如果中国继续裹足不前，大门将就此关闭，这片土地再难招来全球资本和人才，中国经济将就此陷入不可扭转的衰退漩涡，加速老龄化只会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持续改善，这无疑将引发社会运转的恶性循环。如何逆转颓势，重振信心，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但如再熬过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所谓政治安全，行将失去生机的中国经济只会加速走向彻底的肃杀。在这场生死存亡的较量中，是否刀枪入库，寻求革故鼎新，对中国而言将是最后的机会。然而，当前的形势却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新版反间谍法实施，加强管控外企。近来，中国不断祭出一系列措辞强硬的新规，对外资企业形成前所未有的严厉约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今年7月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这部锐器将监管触角伸向外企，大大扩大了可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任何被认为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或影响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严惩。对于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而言，新反间谍法无疑是一剂沉重的毒药。他们手中掌握的任何商业机密和核心技术，均可能成为审查的目标，随时会受到窥视。一旦踩红线，不仅面临巨额罚款，高管和员工甚至可能人身伺候国家安全机关。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向铁幕式的封闭社会倒退？中国官员矢口否认，但外资的恐慌心理却在蔓延。对于中国当权者来说，在讲堂上不断将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作为施政宗旨，也拼尽全力与世界接轨，争取主办未来数届大型国际赛事，可谓是竭尽全力向外界展现开放姿态。但内外有别，正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悲哀。外加战略定力的动摇，暴政愈演愈烈，继续对外松绑的希望也将渺茫。在强硬人事操控下，推行脱钩路线将成为必然。在铁幕重现的噩梦将离中国人越来越近。即便对手是举足轻重的跨国集团，中国也丝毫不手软。去年以来，滴滴、腾讯、字节跳动等顶级科技巨头相继遭到重创，上市蓝图生生夭折，高层也接连被带走协助调查。更令外资心惊胆战的是，中国当权者对外资企业的裁军令也曾当众示威。2022年年中，外媒就爆出北京要求所有外资机构上报在华员工家族信息的霸道举措，被认为是赤裸裸的恫吓手段。外资要走，随便走。权威机构分析人士对此冷嘲热讽，有钱赚是外资来的，不想赚就走吧，顿时引发网民狂轰滥炸。有人呛声中国市场够大，离开外资享福啊，不配成为世界工厂。口无遮拦的言论正说明了中国正在走上越来越封闭的道路。作为反击，美方不再手下留情，开始在各领域动用杀手锏武器。为防内鬼外泄机密资料，多家在华跨国公司遭美国禁令断供最新的新天宇软件。据悉，华为、联想、小米均中招。
同时，美国扩大了针对中国的投资审查范围，直指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部门。各项行动导致双方决裂加剧，对内对外都制造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内忧外患下，中国经济前景令人唏嘘。最新数字显示，中国1月工业利润大跌 16.5%， 员外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29亿美元，是近年来最高水平。更值得忧心的是，中国的金融危机已在酝酿。近期，包商银行、新希望集团、阳光城集团等企业相继债务违约，面临破产重组，引发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此情此景，再不拿出魄力勇气，中国难逃经济覆地崩裂的命运。革故鼎新刻不容缓，但能否最终翻身，则取决于当权者是否有决心舍弃前置而重拾开放的决心。包括外资在内的全球资金和人才如果持续大量流失，中国的未来只会一再西沉。